一个冷知识，为什么别人受到辐射最多是身体变异，班纳却会诞生出另一个人格，甚至情绪越失控，浩克就越强？因为伽马辐射其实只是一把钥匙，真正造出浩克的是布鲁斯·班纳压了几十年的童年。班纳出生在一个高知家庭，父亲布莱恩是物理学家，母亲丽贝卡温柔善良，也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可偏偏就是这份母爱，让父亲越来越憎恨班纳。他嫉妒妻子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儿子身上，又因为长期研究辐射，偏执地怀疑自己的 DNA 已经出了问题。所以在布莱恩眼里，自己的儿子根本不是一个正常孩子，而是一个被他亲手生出来的怪物。可小时候的班纳只不过是比同龄人更加聪明，真正出了问题的从来都是他的父亲。长期的家暴逐渐变成了母子俩的日常，直到有一天，布莱恩彻底失控，亲手杀死了班纳的母亲，父亲被送进精神病院，母亲也永远离开了他。年幼的班纳就这样失去了整个家庭。后来他被姨妈苏珊收养，生活终于慢慢恢复正常。可童年的恐惧、愤怒和委屈并没有因为换了一个家庭就消失，班纳只是学会了把他们全部压下去。他没有变成父亲那样的人，反而越来越理智，越来越克制，最终成长为美国顶尖的理论物理学家，在核物理和伽马辐射领域做到了一流水平。所有人都觉得他已经走出了童年的阴影，可那些东西从来没有消失，只是被他用理智死死锁在了心底。直到罗斯将军找到他，军方交给班纳一个绝密任务，研发伽马炸弹。第一次实弹试验时，一个叫里克·琼斯的少年误闯试验场，炸弹已经进入倒计时，班纳没有逃，他冲过去把里克推进防护坑，自己却留在了外面。下一秒，伽马炸弹爆炸，海量辐射直接灌进他的身体，所有人都以为班纳死定了，结果他不但活了下来，身体还被彻底改变。更重要的是，这场爆炸也把他压在心里几十年的东西一起炸开了，那些童年留下的愤怒、恐惧和创伤，终于有了自己的身体。这就是浩克。所以浩克从来不只是一个被辐射变出来的怪物，他更像是班纳所有负面情绪的实体化。平时的班纳冷静理智，永远在计算后果，可一旦情绪彻底失控，那个不想再忍、不想再害怕，只想把眼前威胁全部砸烂的人格就会接管身体。这也解释了浩克最经典的能力，越生气越强。他的力量没有一个明确的固定上限，情绪越激烈，力量就会继续往上涨。所以打浩克最麻烦的地方就在这里，你打他，他就生气，他越生气，力量、防御和自愈就越强，越强你就越打不动，最后甚至会出现一种很荒唐的情况，你本来是想打败浩克，结果每一拳都在帮他变得更强。而且不同人格下的浩克基础战力也完全不同，灰浩克相对较弱，绿伤和后来的不朽浩克则已经属于最顶级的形态。但无论版本怎么变化，有一点始终没变，浩克真正的燃料一直都是情绪。更有意思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浩克其实还没有真正完全放开，因为班纳的潜意识一直在限制他，哪怕身体已经交给浩克，班纳依然会下意识顾忌周围有没有普通人，会不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亡。所以浩克看起来是一个只知道破坏的怪物，可他的身体里一直还有一个人在替所有人踩刹车。力量只是浩克最显眼的一面，真正让他难处理的是防御和自愈。普通武器很难真正伤到他，严重外伤、断肢甚至器官损毁也未必能够杀死浩克。他的恢复能力和防御同样会随着愤怒增强，这就形成了一个近乎无解的死循环。打不死，打得越狠越生气，越生气越强，越强越难杀。而到了不朽浩克时期，事情甚至已经不只是自愈那么简单。伽马能力者死亡之后，还可能通过绿门重新回来。也就是说，你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力气大、恢复快的怪物，而是一个连死亡都未必能够真正留下的存在。可真正有意思的地方，恰恰也在这里。拥有这么恐怖力量的人，偏偏是布鲁斯·班纳，一个从小被暴力和恐惧包围，长大以后最大的愿望却只是安安静静活着的人。班纳想摆脱浩克，浩克也不喜欢被人打扰。看起来完全相反的两个人格，其实一直有一个共同愿望，离那些伤害自己的人远一点。外人看浩克是怪物，军方把他当成威胁，敌人想利用他的力量，英雄也会担心他什么时候突然失控。可班纳真正想要的，从来都不是成为世界最强，他只是想控制自己，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想让身体里那个怪物彻底消失。可问题就在这里，浩克从来不是一个和班纳毫无关系的怪物，浩克就是班纳，是那个小时候面对父亲不敢反抗的孩子，是母亲被杀时无能为力的孩子，也是那个长大以后把所有恐惧和愤怒全部藏在理智下面的成年人。所以后来班纳体内才会出现越来越多不同的浩克人格，有的像野兽，有的更加聪明和狡猾，有的甚至能够保留科学家的理智，看起来像一个个完全不同的浩克，本质上却都是布鲁斯·班纳不同的一面。所以真正把浩克这个角色看懂以后，你会发现他最有意思的地方根本不是能不能打赢雷神，也不是他的力量到底有没有上限，而是这些看似夸张的能力其实一直在讲同一个人。班纳压得越狠，浩克爆得越狠。小时候的班纳没有力量，父亲打他，他反抗不了，母亲被杀，他也什么都做不了，于是他只能把所有恐惧和愤怒藏起来。可很多年后，这个曾经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孩子，却变成了一个几乎没人能够伤害的怪物。这才是浩克真正悲剧的地方，他终于拥有了小时候最需要的力量，可等他拥有这份力量的时候，一切早就已经来不及了。他再强也救不回母亲，再能打也改变不了自己的童年。所以布鲁斯·班纳这一生真正要面对的问题，从来不是我该怎么杀掉浩克，而是我该怎么和浩克一起活下去。因为
为浩克代表的愤怒、恐惧和伤痕本来就是他人生的一部分，他可以压住他，可以讨厌他，甚至可以无数次想把他彻底消灭，可他永远不可能假装这些东西没有发生过。所以绿巨人的故事从来不只是一个科学家被辐射之后获得超能力的故事，他讲的是一个童年被毁掉的人花了一辈子时间学着接受自己最痛苦的那一部分。布鲁斯代表理智，浩克代表愤怒，一个想控制一切，一个只想砸碎一切，可他们从来不是两个完全无关的人，他们都是布鲁斯班纳。小时候的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长大后的浩克却成了每次他真正陷入绝境时那个永远会站出来保护他的自己。所以浩克从来不是班纳人生里最大的敌人，他只是那个受伤的孩子，用了几十年时间终于长出来的一副铠甲。